經引導。羅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。第34章。結局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們很早就開始工作了，因為要把那一大堆金子搬到離海灘差不多1英里的地方，然後從那裡划船3英里到伊斯帕尼奧拉號。對我們這麼少的人來說，是一項很大的任務。島上剩下的3個逃犯沒有給我們帶來太大的麻煩，只要在山上安排一個放哨的人，就可以保證我們不會受到突然襲擊。而且，我們相信他們已經得到了足夠的教訓。所以，我們很快完成了工作。格雷和本該用小船來回運送，其他人就在他們不在的時候，把寶藏堆在海灘上。2塊金條掛在一根繩子上，對一個成年人來說是不輕的負擔。在這種負擔下，慢慢走是很費力的。至於我，因為不擅長搬運，我整天都在洞穴裡忙着把硬幣裝進麵包袋裡。這是一批各種各樣的硬幣，和比利彭斯的收藏差不多，因為硬幣來自不同的地方，但是它比比利彭斯的收藏更大，種類更多。我從來沒有像整理這些硬幣時那樣高興過。有英國的、法國的、西班牙的、葡萄牙的硬幣，有喬治金幣和路易金幣，還有各種各樣的金幣，上面印着過去100年裡歐洲所有國王的樣子，還有一些奇怪的東方硬幣，上面印着像繩子或蜘蛛網一樣的圖案。有圓形的硬幣，也有方形的硬幣，還有一些中間有孔的硬幣，好像是用來掛在脖子上的。我想，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硬幣都可以在這批收藏中找到。至於數量，我確信它多得像秋天的落葉一樣。我彎腰彎得腰痠背痛，手指也因為整理硬幣而感到疼痛。這項工作一天天地進行着。到了晚上，一大筆財富已經被裝進了船艙裡。儘管如此，還有另一筆財富等着第二天早上搬運。在那段時間裡，我們對3個活着的叛變者一無所知。最後，我想大概是在第3個晚上，醫生和我正在山上散步，從那裡可以看到島上的低地。突然，從下面的黑暗中，風傳來一陣嘈雜的聲音，一半是尖叫，一半是尖叫，一半是唱歌。它只是很短的時間傳到我們的耳朵裡，然後又安靜了下來。希望上帝原諒他們，醫生喊道，是叛變者。先生，他們喝醉了。常約翰·希爾弗的聲音從我們身後傳來。應該說，常約翰·希爾弗很自由。雖然他每天都受到冷落，但他好像又開始認為自己是一個享有特權和不可或缺的人。事實上，看到他是怎麼忍受這些冷落，以及他怎麼總是很有禮貌地想和每個人搞好關係，真是讓人驚訝。儘管如此，我認為我們中沒有人像對待一條狗那樣對他好，除非是本干。他仍然很害怕他以前的海軍上士，或者是我，因為我確實有理由感謝他。雖然如此，我想我也有理由比其他人更鄙視他，因為我看到他在高地上策劃着新的背叛。所以，醫生的回答有點冷淡。醉酒或胡說八道，他說：“先生，您說的對。”常約翰·希爾弗回答說，但這對您和我來說沒有關係。我想你不會認為我是一個人道主義者。醫生輕蔑地看着他，回答說，所以我的想法可能會讓你感到驚訝，希爾弗船長。但是，如果我確定他們是在說胡話，就像我確定其中一人發燒一樣，我會離開我們的營地，冒着生命危險去盡我所能幫助他們。先生，恕我直言，您這樣做會很不好。常約翰·希尔弗說，您會失去寶貴的生命，這是肯定的。
我現在完全站在您這邊，我不希望看到我們的人減少，更不用說您了，我欠您這麼多。但是，下面的人不會遵守諾言，不，就算他們想遵守諾言也不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們不會相信您會遵守諾言。不，醫生說，我們都知道，只有你才會遵守諾言。好吧，差不多這就是我們聽到的關於3個海盜的最後消息。我們只聽到遠處傳來一聲槍響，我們知道他們可能在打獵。我們開了個會，決定我們應該把他們留在島上，這讓本干很高興，也得到了格雷的熱烈贊同。我們留下了一批足夠的火藥和子彈，很多醃山羊肉，一些藥和其他必需品，工具、衣服、備用幡、1-2根繩子，還有醫生要求的一份煙草禮物。可以說，這就是我們在島上做的最後一件事。在此之前，我們已经把寶藏裝上了船，裝滿了足夠航行的水，以及剩下的山羊肉，以防萬一。最後，在一個美麗的早晨，我們起锚離開了北灣，升起了斯莫利特船長在柵欄上掛着並為之戰鬥的旗幟。我們很快就發現，這3個人肯定比我們想象的更注意我們。事實上，在穿過海峽時，我們不得不靠得很近南端，在那裡我們看到了他們3個人跪在沙灘上，舉起雙手請求。把他們留在這麼困難的地方，讓我們所有人都感到難過。但是，我們不能冒險再發生一次叛變。而且，把他們帶回家讓他們被處死，是一種有點殘酷的好意。醫生告訴他們，我們給他們留下了一些東西，以及在哪裡可以找到他們。但是他們繼續喊我們的名字，請求我們可憐他們，不要把他們遺棄在這樣一個地方等死。最後，看到船繼續航行，很快遠離他們的聲音，其中一人，我不確定是誰，突然站了起來，罵了一句，然後把槍放在肩上，開了一槍。子彈從長約翰·希爾弗的頭頂飛過，打穿了主帆。因為這樣，我們躲在船舷後面。當我們再次探出頭時，他們已經不在沙灘上了，而且因為距離越來越遠，沙灘幾乎已經看不見了。至少，這件事已經結束了。在中午之前，我很高興地看到金銀島最高的岩石消失在藍色的大海中。我們的人手很少，所以船上的所有人都必須幫忙。只有斯莫利特船長仍然躺在船尾的床墊上，從那裡發出命令。因為雖然他已經好多了，但他仍然需要休息。我們把船頭轉向最近的西班牙美洲港口，因為我們不能冒險在沒有補充船員的情況下開始回家。結果，因為風向變化和幾次大風，我們在到達港口之前都很累。我們在日落時分停在一個美麗的海灣，幾乎四面環路，幾乎立刻就被很多小船包圍了。船上坐滿了黑人、墨西哥印第安人和混血兒，他們賣水果和蔬菜，並願意跳入水中來換一些硬幣。看到這麼多友好的人，特別是黑人，嘗到熱帶水果的味道，特別是城市裡開始閃爍的燈光，和島上黑暗而血腥的生活形成了很吸引人的對比。醫生和鄉紳帶着我一起下船，在那裡度過了最初的幾個小時。在那裡，他們遇到了一艘英國軍艦的船長，他們開始和他聊天，我們上了他的船。總之，我們玩得很開心。當我們回到伊斯帕尼奧拉號時，天已經亮了。本干獨自一人在甲板上。當我們登上甲板時，他開始很奇怪地動來動去，向我們坦白，長約翰·希爾弗已經走了，而且是他的同謀。幾個小時前，他坐着一艘來自陸地的小船逃走了。現在他向我們保證，他這樣做只是為了保護我們的生命。毫無疑問，如果那個獨腿人留在船上，我們的生命會很危險。
但這還不是全部，船上的廚師沒有空手而歸。他偷偷地從一個通風口進入船艙，拿走了一袋硬幣，價值可能有300-400幾尼，用來幫助他以後的生活。我想我們所有人都很高興能用這麼小的代價擺脫他。好吧，為了簡單的說，我會告訴你們，我們僱了一些新的水手，我們順利的航行回了家。伊斯帕尼奧拉號在布蘭德利先生開始考慮準備救援船的時候，到達了布里斯托爾。只有5名船員回來了，他們曾乘坐這艘船出海。酒和魔鬼帶走了其他人，他們生氣地說。但說實話，我們的情況並不像那首歌裡的另一艘船那麼糟糕。但只有1名船員活了下來，從75名出海的人中。我們都得到了一大筆寶藏，我們根據自己的性格明智或愚蠢地使用了它。斯莫利特船長已經退休了，格雷不僅存了他的錢，而且突然想升職，開始學習他的專業。現在他是一艘好船的大副和合夥人，他還結了婚，成了一個家庭的父親。至於本干，他得到了1000英鎊，他在3個星期內花光或丟掉了，或者更準確地說，在19天內，因為到了第20天，他就在街上乞討了。後來他被安排了一個鄉村警察的職位，這正是他在島上害怕的。他仍然住在鄉下，在農村孩子們中很受歡迎，雖然他們有時會取笑他，並且在星期天和節日的時候，在教堂裡唱歌唱得很好。我們再也沒有聽到關於長約翰·希爾福的消息。那個可怕的獨腿航海家終於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，但我敢說他已經和他的老黑人女人在一起了，也許他還活着。和黑人女人，和弗林特船長一起生活，船長一起生活得很舒服。我想我們應該這樣希望，因為他在另一個世界裡過得舒服的可能性很小。據我所知，銀條和武器仍然埋在弗林特留下他們的地方。至於我，他們會留在那裡，你們可以放心。就算用牛或繩子，也無法讓我回到那個該死的島上。我所做的最糟糕的噩夢是那些我聽到海浪拍打海岸的噩夢，或者當我聽到弗林特船長尖銳的聲音在我的耳朵裡回響時，我會害怕地從床上坐起來。西班牙銀元，西班牙銀元。